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那欢迎回到今天不读稿这个系列，我就不看稿，用现场聊聊的方式讨论网红圈、YouTube 或网络上面的一些热门话题。那今天我们要讨论就是前一阵子伯恩的那个外送员事件嘛，因为这个影片在上架之后，在社群上有非常多的讨论，有人就批评说伯恩你一个大网红没有做好查证责任，散播谣言，也有人支持伯恩，觉得伯恩也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因为后来比较尴尬的是，志祺你也针对这个事情发射了一个贴文嘛，然后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问问志祺你的想法。那今天呢，我们就会用这一节目来跟大家聊聊伯恩事件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还有我对于当时的那篇贴文的一些回应。因为伯恩那个影片后来被下架了嘛，所以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可以请志祺讲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吗？伯恩的这个影片的内容呢，是一个把代言费分送给外送员当小费的一个企划。那在影片里面的最后就遇到一个外送员，他自称是一个前飞官，还曾经在新竹外海发生了一些事故坠机，后来呢离开退伍。这个过程，因为他刚好把最大笔的一笔钱给到了这个外送员身上，然后又有一个算是非常感人的故事。那有些人讨论了之后呢，有些人去查证这个故事，结果国防部澄清说其实没有这个人。那伯恩在跟国防部他们联系讨论过之后呢，也道歉，然后就下架了这个影片。但影片在下架之后，感觉事情也并没有平息嘛，反而有点越闹越大的趋势。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稍微有点复杂，所以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讲得很全面。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主要有3个的战场。第一个战场呢是质疑这个查证责任，这边的主要的质疑呢，可能是觉得说伯恩他作为一个很大流量的网红，没有做好查证的责任，然后就发布，这样子其实会影响到国防部的声誉。那当然除了质疑之外，也有一些人是支持伯恩的，他们认为在看到了对方声泪俱下，然后还给伯恩看了证件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很难继续去查证的，这是有点违反直觉的。另外针对一个陌生人的话，也很难每一句去查证啦。那再来我们就可以讨论到战场2，质疑这个发片的动机不太单纯。这里面我觉得质疑的声音呢，可能有包含了像是怀疑根本就是一个 say 好的，目的呢是为了要业配的流量，甚至是故意带风向批评政府，结果操作失败翻车了。而在这个战场里面，支持的声音呢，则是认为说，如果要 say， 不太可能会用一个这么好被戳破的理由。伯恩自己也是被骗的受害者。那第3的话，就会觉得伯恩沽名钓誉。质疑的声音呢，可能像是不管这个真假就是做好事呢，不需要去拍影片，这种沽名钓誉的做法翻车就是活该。在支持的声音部分呢，可能就会觉得这是每个人自己选择的方式，这没有什么关系。那听完了这3个主要战场之后，其实后来也还有一些支线啦，像是呢，后来大家有人发现说，外送员的女儿是立委参选人，然后又跟萨泰尔以前的人呢同名同姓等等，出现了各种的揣测。那这些后来呢都有被澄清所以这边我们就不多谈了。在上面这些讨论发生之后，伯恩自己也有出来发一篇贴文嘛，那之后那个舆论有稍微被平息下来。不过在这个时候，志祺就发了一篇文，然后好像又变成一个新的战场。志祺，你可以讲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可能有人没有看到所以我还是先讲一下自己贴文的内容。有名有钱的人容易不想关心社会是有原因的，因为关心的大多都没有好事，干嘛不乖乖买0050买房子收个租？这个论述一听就超级奇怪，因为我们当时都在放跨年假，然后大家在 Slack 那边狂传，就是自己在干嘛？这怎么回事？来，要不要讲一下你到底为什么要发这篇文？我觉得我要在讲这些事情之前，要先很认真的跟大家道歉，就是这很不应该，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行为跟错误的内容，真的很抱歉。然后也对团队内部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我觉得非常抱歉。就那个时候我有一些情绪，然后就忍不住发文了。因为你那篇贴文出来之后，我看到很多人在骂的就是你无脑护航伯恩嘛。老实说，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也有这个感觉，因为整篇贴文完全没有提到伯恩有做错的地方，然后你就只强调他受到攻击。第二个是很多人批评说这个贴文整个是情勒感很重。老实说，我自己也蛮认同的，因为你是贴了一个有名有钱的标签上去，然后好像大家都应该感谢这些人去做好事，不管他做什么都不应该去批评。我就觉得整个情绪勒索感很强啊。我不确定你自己是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后来觉得大家讲的都很合理，因为那篇文章只抓了一个方向来放大，然后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个样子，确实还是有很多有钱的人持续在为这个社会付出。那这样子的文就会有点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好像所有人都是因为想要好处才关心社会，冒犯到很多人。好心提醒的人或者是为社会付出的人，我觉得都被我波及到，这是我的错误，就是真的觉得非常抱歉。既然你也有意识到那个贴文本身内容是有问题的，但你说因为你情绪太满嘛，所以当时候你到底在情绪满什么？那伯恩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伯恩确实有疏失啊，就是他们当时其实是有发现一些不对劲的嘛，或许可以查证得更仔细。另外也确实造成了国防部的困扰，然后让一些军人觉得被消费等等。我觉得这些疏漏确实是会造成问题的。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当然后来发现了有问题，造成伤害，下架就是合理的。我可以理解你的那个意思，但这一次其实有蛮多
多人批评说，那不管怎么样，你是一开始就不应该上这影片，因为你一开始上这影片就是有消费弱势啊、沽名钓誉的意思。那你是怎么想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种企划某种程度上面确实有一个消费感。后来我根据他们的这些 po 文，我就发现到他们可能更像是他们已经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了，然后就顺便把它录下来。而在录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哇，变成了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所以也想说把这个故事给更多人知道。但为什么大家看起来就是一个做好事的企划？我觉得很好理解啊，就是会这样子解读嘛。那当然有很多人会觉得这件好事，我猜跟 Mr. Beast 有一点关系啦，因为他的发钱企划蛮有名的。其实他过去也引起了一些像是伪善的讨论争议，换眼睛手术。对对对，但也有不少人就认为他的这个企划呢是带来一些正能量，也真的有帮助到某些人，所以会认为这样子的企划呢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在行善。那从我对他们的理解来看，我猜他其实就是觉得这个企划很有趣，想要来拍拍看，结果意外得到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想说就分享给更多人看。我甚至会觉得伯恩不是在做好事，他就只是觉得这个做出来还不错。那当然，因为这个后来的流量蛮好的嘛，所以他们也因此得到一些称赞。而且后来伯恩又有发文强调说，真的有家庭有苦难言。所以如果有人觉得这个影片或者是企划本身是伪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批评也完全可以理解啦。我还是觉得有一个怪怪的点，如果你觉得他不是在做好事，那你为什么要发那篇贴文酸那些乡民批评害别人不做好事？我刚刚有说到我情绪有点失控嘛，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逻辑不太好，自己后来也有发现这样子的逻辑漏洞啊，所以就隐藏了那篇贴文。那你真的是觉得大家不应该去骂这些有名有钱的人吗？我觉得完全可以批评我没有这样想。我认为公众如果他们拥有声量，就让他更有机会完成别人完成不了的事情，那相应的嘛，他容易被骂，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这样讲有点怪，但我当初发这个文，伯恩可能只是在很多个原因里面的其中一个，更多的部分是因为我突然想到了很多身边朋友的案例，然后让我非常强烈的共感的一些无助感。我觉得他们这些人看起来影响力很大，但他们其实在做很多新的事物的尝试的时候，他们就是会犯错。但因为他们名气的关系，就会收到很多很偏激的留言，或者是很攻击性的留言，甚至有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谣言。那这个时候大家会觉得你就出来澄清就好，但这些人实际的经验是他们澄清了很多，但这些质疑的声音好像也没有消失，即使他已经讲了他认为的完全真实的话。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非常无力的，而那个无力会让我很有共感到，我觉得这一切非常的无奈。所以我希望强调的是，给犯错空间还有修正机制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批评当然是很合理的，但是极端的言论啊，或是阴谋论，我是觉得它不太必要。刚刚我很有共感的这个情境跟这个事件，它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但我就是在当下想起了之前有很多朋友，他们被批评过之后，就不想要再公开评论事情，或者是去参与一些事情了。所以呢，我就把这两件事情连接了起来，然后无奈难过的感觉就变得蛮强的。那当然，后来在这个情绪退掉之后，我自己有发现，就是我自己去看到这些极端的言论，在一个情绪很大的状况之下发的那篇文，这其实也是变成另外一种的极端言论。这就是我感到很抱歉的地方，我不应该要发这样子的文。那你最后有什么想跟观众讲的话吗？我好像还是想要先感谢观众因为这一次我们虽然说错话嘛，但是还是有收到很多让人感动的留言，那我们都有收到，真的是很谢谢大家。那再来，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再次的承认这个错误，就我这一次的发文确实不太妥当，明明是自己很在意的一个事情，我却没有讲好，反而造成了大家有更多不好的感觉，是我感到很抱歉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件事情我也看到了一些我自己的问题我发现我在情绪很无奈或者是难过的时候，我自己好像就会特别容易选择用嘲讽的方式来发文，或者是用这种东西来处理我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其实某种程度代表着我自己还不太会跟无奈或者是难过这个情绪相处，就会容易演变成让大家感受不好的状况。我觉得这是我该学习跟练习的地方了。这一点就会让我会有一个感谢的感觉。我很谢谢一些批评者，像是网络上的这些还愿意跟我讲说你怎么样子的人，或者是团队的大家，其实也都给了我很多的意见。这些批评呢，会让我发现自己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好的事情，所以我后来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一切的。那当然我也不是想要说因为我很感谢所以我之后就一直犯错，我觉得还是好好修正啦。那未来就会努力的要避免类似的问题再发生。好的，那今天就到这边。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志祺，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后来你发文全部改限流？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复杂，我觉得当然跟这个事情的情绪是有点关系的啦。但是我想讲说，我其实本来就有这个习惯，我本来就会固定几个月，我就把我过去的所有文都锁起来。就我曾经看过，就是有人很久以前的文，然后他就被截图出来，就被批评。可是
你知道人会进步，就我也知道说他慢慢的成长了，他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但是大家把他过去的言论截出来贴着的时候，他要怎么样澄清啊？然后我会觉得我好像不想要遇到这个状况，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了一个，只要我有意识到，我就会全部锁。他为什么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之前就没被骂。